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代谢健康跟心脏骤停的不幸事件的关联。很多心脏骤停事件啊，往往是发生在恢复能力跟不上负荷的人身上的。很少人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就是心脏是一个肌肉，所有的肌肉都需要能量。我们心脏一天跳动的次数接近10万次啊，每一次的跳动它都需要大量的能量。这个能量是由肌肉细胞里面的 ATP 来制造的。我们身体每一个肌肉部门对能量的需求其实比例都不太一样的，根据代谢状态决定的。我们身体的平滑肌，因为它的能量需求不高，只需要稳定的能量，它可以燃烧葡萄糖，也可以燃烧脂肪。心肌非常的不一样，代谢健康的状态底下，一天所需要耗费的能量60%到70%其实是来自于脂肪酸的，所以我们心脏主要燃烧的能量是脂肪，另外20%到30%左右燃烧的是葡萄糖。我们的心肌呢也可以燃烧酮体，那么也可以利用乳酸提供能量。为什么心肌偏爱脂肪呢？脂肪是在一个有氧环境里面燃烧的，脂肪可以提供更稳定的能量，脂肪的储备量大，供能呢不受血糖波动的影响，所以呢供能很稳定。脂肪供能是一个有氧系统，脂肪氧化效率高，那么很适合长期稳定的输出。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脏肌肉会用糖呢？高强度运动，心脏跳动很快的时候，需要快速的能量，那糖的速度比脂肪更快。还有一种情况是缺氧的状态，脂肪的燃烧就有困难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糖呢是可以进行糖酵解提供能量的。有了这个基本认识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脏肌肉究竟能不能够时时刻刻源源不断的拿到脂肪给它提供能量，这个就跟我们平时说的代谢健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了。长期高糖饮食的人呢，胰岛素长期在高位的，胰岛素在高位会妨碍身体分解脂肪，不管你分解的脂肪是来自于你的食物，或者是来自你身体里面储存的脂肪，你的心脏所需要的来自于脂肪的原材料呢，就会大幅度的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心脏肌肉被强迫只能够燃烧葡萄糖。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葡萄糖提供能量的本质，它是不稳定的。为什么不稳定？你看血糖图形就知道了。就血糖图形，它是一个波动型的。当你的血糖在波动的时候，它的能量本身也就是波动的。同样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线粒体长期燃烧葡萄糖的话，线粒体的功能慢慢会开始下降的，那么脂肪氧化酶的活性就跟着下降了。后面呢，你脂肪利用的能力呢，就开始慢慢的就降低了。在一个高糖的环境里面，你的心肌大多数时候依赖葡萄糖提供能量的时候，有一些叠加效应开始出现了，问题就越显严重了。哪些叠加效应呢？第一，高胰岛素环境底下抑制了脂肪功能，增加了对糖的依赖，能量系统是单一化的，没有备份能量的。第二个呢，叠加什么呢？叠加了过劳，叠加了高度的压力，你的交感神经长期的兴奋，然后呢心率会升高，心肌耗能会增加的，这个时候你的负荷持续的升高，再叠加高强度高频次的运动，瞬间对氧气的需求量会增加的，然后呢电信号的频率会加快，对供能跟电稳定的要求非常的高，然后呢高强度的运动频次又高的人呢恢复不好，电解质流失的也比较厉害。把这两个问题叠加上去了之后，镁钾不足，电的稳定性就开始下降了，睡眠不足，自主神经开始紊乱了，线粒体恢复不足，功能就下降了。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整件事情组合在一起看，代谢不稳定，高胰岛素，神经紧张，高压力，负荷过高，运动跟工作，恢复不足，睡眠跟电解质，这些事情叠加在一起之后，我们整个系统跨过了这个临界点以后，心脏猝停的风险事件呢就显著的提升了。那么如何预防这些不幸事件呢？提高代谢灵活度是我们可以做到的第一件事情啊。提高代谢灵活度的意思是要容许你的身体可以在燃烧葡萄糖跟燃烧脂肪之间灵活的切换的。如果你长期是吃高糖饮食的话，因为你的胰岛素高，使得你的身体无法燃烧脂肪，所以呢，恢复我们身体的代谢灵活度是预防这件事情的底层逻辑，保证供能是稳定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压力和焦虑其实是我们现代人普遍的挑战，大家更需要知道自我节制，身体是需要休息跟恢复的。如果你强迫你的身体一直处在一个战斗的模式，不管你的事业的成就还是任何的成就换回来，是用了你的青春，是用了你的健康做出代价换回来的，值不值得你自己要衡量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是运动型的，你要了解运动频次越高，运动强度越大，电解质流失的就越多，你一定要有很好的补充电解质的计划。然后呢，休息和恢复是必须的。运动对你的健康有没有好处？当然有好处。可是如果你熬夜、压力大，还没有休息好，又去高强度的运动，你把这些所有的因素通通加在一起，你的风险会提高非常非常多的。